月升沧海原著大结局，袁慎这样对霍不疑说道：那时我常去看他，但他成日昏迷不醒，他倔得很，很多时候都咬紧牙关，多难受都不哼一声。有一回他演着了，嘴里说起了胡话。他在梦中说：你带了我去吧，别撇下我一人孤零零的，要死我们也死在一处，别丢下我一人。这话少公也听见了，示意他一直不赞同我和少商的婚事。也是听了这话，我才明白少商心底的真意。看电视剧，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霍不疑对程少商爱得有多深，宠得有多厉害。可唯有你细读了原著，你才能真正明白程少商到底有多爱霍不疑。一、父死。原著里霍不疑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：长兄俊秀英武，白袍银枪，不但是一员屡经血战的少年将军，还是满城小女娘的梦中郎君。次兄力大无穷，最爱抱着自己抛街玩耍。三兄才刚10岁，却已能双臂开弓，力无虚发。长姐温柔贤淑，已备好了精致的嫁妆。次姐机灵爱笑，还有威严的父亲，慈爱的母亲。霍不疑的童年是极致幸福过的，因为极致幸福过，于是当惨案发生，他才会一下子从天堂跌至地狱。长兄力战而亡，被义父砍去了头颅；次兄被信任之人暗刃入腹；三兄万箭穿心；母亲和2位阿姊为了不受凌辱自尽而亡，还有替他而死的阿玲。霍家的灭门惨案让霍不疑日日被仇恨啃噬，而这些隐晦的东西，他虽然极力压制，但是也被程少商察觉到了。当霍不疑冒着必死的危险去弑父报仇时，程少商没有恨他，也没有怨他，甚至他内心深处想的是跟随他，陪他一起死。这里要说2点，一点是程少商从始至终都觉得霍不疑报仇是对的，因为他理解他，如同《楚乔传》里的楚乔从始至终都未曾恨过烟熏一样。程少商从始至终痛恨的并不是霍不疑去报仇，去屠了林家满门，他从始至终痛恨的是霍不疑不信任他，隐瞒了他。他真正痛恨的是还有其他方式的，可是霍不疑偏偏用了最决绝的方式。第2点是，即使霍不疑隐瞒了他，不信任他，可是他依旧不曾放弃他。那晚他的阿父阿母阻拦他，可是程少商傲然道：阿母，你不觉得自己管我管晚了吗？当初你没有管我，现在你也管不住我了。他从小被父母抛弃，别的小女娘有的东西他都没有。后来他的阿父阿母回来了，他的阿母眼中只有泱泱，没有他。等到他终于遇到了一个眼里只有他的霍不疑，他百般推拒，却被霍不疑百般强求。他爱上了他，不想失去他。当他决定抛下他的时候，他依旧不想放弃他。他不顾一切地追去了别院，他一声声地质问他，想尽各种办法阻止他，因为他们原本可以有别的办法。可是霍不疑不信他，他亲手推开了他，独留他面对所有。可是即使如此无情被抛下，他理智上想要跟霍不疑彻底划清界限，睡梦中却苦苦哀求着霍不疑不要跟他分离。人的睡梦是人潜意识里最深埋的东西，那些东西人在清醒的时候甚至察觉不到，可是那种最无意识的东西往往是最真实最渴望的。2. 强撑。霍不疑为了复仇九死一生，那时候的他已经彻底放弃程少商了。可程少商并未放弃他。当三皇子跑到程家，从昏迷中醒来的程少商强撑着病弱到极致的身体去救霍不疑了。他对着三皇子说，若他死了，我抵命就是。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对着三皇子微笑。于是自生大人就想了，反正今夜要灭凌氏满门，索性替殿下将大事一起了了。多凉薄。霍不疑灭凌氏满门的时候，顾及了三皇子，顾及了皇权，顾及了大局，唯独没有顾及无辜的程少商。正如程少商哭着说的那样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既磊落又隐晦，既骄悍豪迈又心思细腻。他愿意舍命救我，却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我舍下。可不管霍不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怎么毫不犹豫地抛下他，他依旧要救他。不仅仅是因为霍不疑曾经对他好过，更因为情之所至，理所应当。如果他能对程少商说实话，
如果他真的把程少商当成了自己人，他完全可以把真相和盘托出。而一旦他把真相和盘托出，程少商会帮他，会跟他一起报仇，会找到淳于氏，会拿到灵异通敌的证据，会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为霍家报仇。可是霍不疑没有，他都打算要跟程少商成亲了，都打算要跟程少商共度一生了，却从未告诉过程少商他姓谁名谁。他都打算要报仇了，都打算要赴死了，却依旧跟程少商誓必为盟，承诺婚约。哪怕那夜程少商不顾一切追上了他，苦苦阻止他，他依旧狠心舍弃了他。我们纵观整件事，霍不疑的确可怜，的确有天大的苦衷，可是程少商何其无辜。程少商原本自己过得好好的，即使不能嫁给阿瑶，也能嫁给旁的男人，喜乐一生。他并不想高攀霍不疑这门亲事，是霍不疑强势的要娶，是霍不疑让程少商觉得此生只要有他在，他就会肆意快乐，是他逼着他信任他，依靠他。而等程少商完全爱上了他，依靠了他，信任了他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的就把程少商扔下了。更恐怖的是，程少商童年就被这样扔下过一次，已经成了一生的伤痛，如今又再一次被如此扔下，他可曾想过他要怎么活下去？3. 棺椁。霍不疑是剑伤，是刀伤，可是当他面对和程少商的分离，他虽然心痛，但不至于去了半条命。他是冷静的，是冷心的，也是决然的，他始终容松柏，屹立不倒。可是程少商是女子，她半生孤寂黑暗，是霍不疑举着熊熊烈焰的火把，强行照亮了她的人生。她见识了光明和温暖的偏爱，于是柔韧刚强的她变得柔软了，变得软弱了。可是当他刚尝到了温暖的甜头，刚学会了懈怠，那个举火把的人毫不犹豫地熄灭了火把，只留下了孤零零的他。黑暗因为光明过，于是更黑暗了。于是面对这份情伤，程少商再也承受不住了。原著里程少公这样对霍不疑说道：那日从宫中出来，少商就高烧不止，足有3日，之后忽好忽坏的，又是6、7日。到今天还不能下地，期间有2回医者都让家里准备后事了，好在总算熬过来了。阿父和阿母偷偷议论，担忧妹妹受了这般大病，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折损寿命。我听说你受了伤，丢了半条命，如今少商也丢了半条命，他算对得起你了。等到霍不疑5年后回到了都城，他再一次想要抢程少商的时候，程父这样说道：5年前袅袅病得差点死了，你不要以为你在流放途中受苦，却不知袅袅极度不治。你若不信，可去后院排屋看看，那里还放着给袅袅打了一半的棺椁。程少商一直表现着自己的凉薄，自己的坚强，他一直标榜着他一个人也能好好活下去。他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因为从小到大他没有倚仗，有父母如同没父母，大母苛待他，神母恨不能活活饿死他。他小时候吃一块糖就要被人骂，他被人骂了10几年，哪怕他的父母回来了，他依旧被骂，还了口还了手，还要被打。他的母亲嫌他粗鄙无闻，不肯教他任何东西，哪怕是他哥哥给他一张书案，他母亲都要责罚他，嫌弃他。他不是不希望自己软弱，不是不希望自己被疼爱被保护，而是无人好好的庇护过他。从他嗷嗷待哺的幼年，一直到他被活活饿死的那一年，他尽可能的凉薄一些，如此被伤害的时候才不至于那么的悲痛和绝望。他不是不渴望母爱，而是因为得不到，于是强迫自己不需要。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呢？他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要凉薄要自私，可是宣皇后不过对他有了一些寻常的偏爱，他便能时时处处为了宣皇后考虑，并在最后为宣皇后养老送终。对于姻缘，正如元慎所说，他常说自己凉薄自私，可是不经意间他又会感慨，如万太公与万老夫人那样，哪怕只有短短10余年缘分，也不往来人世走一遭。霍不疑对他有多好，他就有多爱霍不疑。霍不疑没有了他，此生孤寂痛苦一生，而他何尝不是？他这样对宣皇后说道：我决定要忘记霍不疑，可是早上睁眼时，我会想起他叮嘱我不要空腹，出门时我会想起他驾车来接我的样子，
衣食住行，嬉笑谩骂，无论何时我都能想起他来。于是我打算丢了他赠予我的所有东西，谁知一抬笔，又是他的痕迹。这种情形，我恐怕也嫁不了人的。他说他绝不援诱，他未曾援诱大母，未曾援诱神母，未曾援诱阿母，他是靠着心硬心狠才活下来的。可是当霍不疑抱着他的腿哭泣，当霍不疑求他别不要他的时候，他败得一塌糊涂。他终究是援诱了曾经抛下他的人，因为他爱他胜过他爱他。他能狠心抛下他，可是他却不忍心不要他。霍不疑为什么死死抓住程少商？原著里霍不疑一眼就相中了程少商，原因很直白，因为程少商长得很美，这么美的小女娘，他恨不能抢回家去。后来则是因为程少商矛盾的性情，宣皇后见到程少商的时候，原著里有这样的一段描写：他有2道柔软的眉毛，不浓不淡地划在雪白的皮肤上，宛如迷茫茫的烟雨留痕，双目清澈秀美，看人时仿佛瞬间有水波流动。才过了短短一下，小小女孩容色更盛，再配上这样矛盾复杂的性情，难怪迷住了杨子。程少商的性情表面看凉薄又自私，可骨子里却有着跟凌不疑一样的热情和骄傲。他能爱一个人爱到骨子里，也能在背叛了之后决绝地离开。正如元慎所说，他们2个人才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有一颗火热的心，一样的至情至性，一样的对情爱有着最极致的需求和要求。他们2个人的灵魂从来都是共鸣的。霍不疑也是程少商一眼就看上的人，程少商所期盼的一切和霍不疑所期盼的一切从来都是一致的，不是元慎的位列3公，不是阿瑶逍遥外地，而是2个人并肩携手，夫妻恩爱，快乐一生。与茫茫人海中，霍不疑寻到了那个人，自然不肯放手，而程少商感受过了那份炙热，哪怕被灼伤过，依旧愿意去奔赴。我被你深深伤害过，但是看见你哭，依旧会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去拥抱你，此爱甚深。